华尔街简报，来自各大权威媒体与机构，专业的独特分析。厄运秘诀，金融体系的下一个重大威胁。悉尼先驱晨报，全球监管机构已警告金融业领导者影子银行带来的潜在风险。金融稳定委员会 FSB 表示，这些基本上不受监管的贷款机构，包括投资工具和基金，已经增长到239万亿美元，它们构成了类似银行的金融稳定风险。FSB 估计67万亿美元强大的核心影子银行业可能会加剧流动性压力。批评人士表示，如果投资者同时急于出售其持股，这些贷方很容易受到金融末日的影响。影子银行业在短期内在不可预测的资本市场上介入资金，然后交叉投资于房地产、非流动性证券或长期借出资金。这些交易通常是系统性的，成熟度严重脱节，因此不受监管机构的检查。在市场压力时期，影子银行等人不能向央行寻求流动性问题的说明，也不能受到政府保险的保护。然而，从数量上看，影子银行的大部分结果似乎是良性的，并且有助于保持全球经济的运转。尽管如此，英国最近收益率的飙升证明了这些基金可能带来的风险。2021年9月，爱尔兰央行承认，金边债券收益率的增加引发了9000亿英镑 1.2 万亿美元的追加保证金，导致持有英国发行的金边债券的爱尔兰基金出现传染性恐慌。中国税务部门表示，经济反弹将进一步巩固。路透社，税务部门表示，预计中国经济将在第二季度巩固反弹，税收收入增长可能快于预期。然而，他警告说，经济在国内和国际上仍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商业部门今年将获得超过 1.8 万亿元人民币 2616.2 亿美元的费用和税收削减，以刺激增长。由于去年的低基数和大量税收抵免退税，税收收入在2021年第二季度显示出更快的增长。加密投资者为美国政府倾销10亿美元的被盗比特币做好准备。澳大利亚时代报，美国政府预计将出售4批10250比特币，价值约15亿美元。这些比特币是在网络犯罪分子 James Strong 因从丝绸之路窃取加密货币而被捕后没收的。这意味着投资者应该为每次清算前的短期抛售压力做好准备。Web3 高级律师布莱恩·文图拉 Brian Ventura 警告说，供需原则意味着投资者可能会经历价格的暂时下跌。然而，他指出，比特币最近看涨，支援其通胀对冲论点，并暗示需求将远远超过新的供应。投资者也在观望美联储将在5月份的下一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上如何处理利率。由于市场仍在从银行危机中复苏，美联储需要管理通胀压力并防止进一步的银行倒闭。如果利率提高，投资者倾向于从加密货币等风险企业撤出资产，将资金重新分配给更保守的资产。相反，任何利率保持不变的信号都可能鼓励投资者寻求高风险企业。与往常一样，投资建议是针对个人的，本文提供一般资讯。在做出投资决定前，投资者应根据自身情况寻求专业意见。贝莱德将在美国银行倒闭后管理1140亿美元的资产处置。金融时报，美国监管机构已选择贝莱德的咨询部门出售价值1140亿美元的证券投资组合。这些证券来自最近政府收购破产银行矽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由于担心这些债券会被负责的监管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抛售，导致债券市场动荡不安。然而 FDIC 已承诺逐步有序出售，预计资产将以小包裹出售。这些证券包括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商业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抵押债券。本月早些时候，监管机构还聘请房地产公司 Newmark 出售价值600亿美元的 Signature Bank 贷款。一些专家认为，这些证券源于银行在利率和债券收益率上升之前进行的购买，这使得他们的息票可能较低，约为 2% 至 2.5%。下一轮美国牛市即将来临，这种信托允许投资者利用它。
英国每日电讯。摩根大通全球增长与收益投资信托基金为具有高增长前景的优质公司提供了长期投资机会。据《每日电讯报》的 Quest 称，尽管大约 68% 的信托投资是在美国上市的股票，但他从世界各地寻找最好的公司，而不考虑行业或地点。他对大盘股的关注意味着他以溢价交易，目前为 1%。该信托的目标是每年支付其资产净值的 4% 作为股息，过去4年的年增长率为 8.7%， 其目前的股息收益率为 3.8%。瑞典经济步履蹒跚，使经济衰退结果保持平衡。彭博社，瑞典经济在2月份萎缩了 1%， 这一收缩导致人们猜测，北欧最大的经济体可能会经历多年来的首次衰退。即使没有经济衰退，瑞典经济今年也可能在北欧地区受到最严重的打击。根据欧盟委员会的预测，它面临30年高位的通胀和房地产市场低迷，并且可能是唯一一个经历全年收缩的欧盟成员国。印度央行维持利率稳定，令人意外。半岛电视台，印度央行印度储备银行 RBI 通过保持其关键回购利率稳定而令市场感到惊讶，尽管分析师预计将加息25个基点。该银行指出，有必要监测近期金融动荡的影响。然而，其政策通报也表示，其撤销住宿仍在进行中，表明如有必要，可能会进一步增加。HDFC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Sakshi Gupta 表示，印度储备银行可能会在整个2019-20财年延长暂停时间。自2018年5月以来，该银行已将回购利率上调250个基点至 6.5%。2月份零售通胀率达到 6.44%， 高于印度储备银行过去1年 80% 以上的目标区间。印度在意外决定中保持关键利率，为进一步加息敞开大门。路透社，印度储备银行 RBI 连续6次加息以来首次没有加息。尽管大多数分析师预测本周期将最后一次加息，但央行表示其政策立场仍集中在撤回宽松政策上，如有必要，可以考虑进一步加息。央行预计2023至24年的通胀率为 5.2%， 从4月初开始的财政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5%。维持利率的决定是一致的，与上一个决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有4个成员投票支援加息。决定后，政府债券收益率暴跌，10年期基准2032年收益率 7.26%， 处于9月15日宣布前的最低水准。评级机构 ICRA 首席经济学家 Atinair 表示，维持利率的决定反映了美中贸易谈判和欧洲政治不确定性等全球因素，旨在实现金融稳定。但是，他警告说，另一次加息可能即将到来，如果金融稳定局势稳定下来。虽然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扩张，经济有所改善，但在过去12次读数中，有10次通胀率仍高于印度储备银行的法定目标。德国银行受到储户投诉浪潮的打击。路透社，2021年，消费者对德国银行和其他金融公司的投诉上升了1/5，原因是监管机构努力提振对该行业的信心。这一增长标志着申诉数量连续第4年大幅增加。这一增长凸显了 Wirecard 丑闻之后对消费者保护的担忧。监管机构正在寻求确保消费者得到足够的保护，并能够信任该行业。投诉中提出的关键问题包括客户服务不佳、账户关闭等待时间长、分行网络减少以及条款和条件的更改。根据 YouGov 的一项调查，对德国金融业的信任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准，落后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亚洲主要经济体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 25% 的受访者信任金融公司，而 44% 的受访者在这个问题上持中立态度。巴登福腾堡州的消费者权益宣导者尼尔斯·瑙豪泽 Niels Nauhauser 表示，消费者并不完全信任金融机构。去年，德国金融监管机构 BaFin 打击了授予经纪公司处理账户转账请求的时间。
德国高等法院的一项重要判决使银行更难改变其条款和条件。为德国金融业游说的伞形组织 Deutsche Kreditwirtschaft 认为，投诉是一个大规模提供服务的行业的必然特征。以上是本期华尔街简报的全部内容，谢谢您的关注，请关注6度世界 3w.6do.world 的最新动态。